坐在这个社区中心门前的长椅上啊，简单跟大家闲聊了几句啊。因为来了这边呢，确实也有些感受啊，但是呢，都是一些没有经过认真思考的一些突发的感想而已啊，当不得真，就是随意的跟大家聊聊自己路上见闻和一些感受而已啊。但是最吸引我的呢，老实讲还是我眼前的这些美景，真的是一种美景啊。虽然它并非完全的自然天成，因为呢可以看出来它已经是一个公园，也花了很多力气呢，经过了一些整治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确实有很多自然的元素在里面啊。一个呢就是当然绿色，另外呢就是那些候鸟，你看那些大雁啊，虽然这个马路上呢到处都是它们拉的屎，但是呢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干净，导致这些动物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。人呢是需要陪衬的啊，你如果没有这些弱小的动物来陪伴的话呢，人也是很无趣的。如果在失去了这些绿色、森林、湖泊等等自然的环境呢，我看人都不用活了，活得也没啥意思。所以这就是人跟这个世界啊，跟自然、跟那些动物们共生的意义所在。看看能不能近距离的去拍拍这些大雁啊。它基本上不怕人，但你如果动作太大呢，它还是很警惕的。毕竟来讲，它看到人类啊那么庞然大物，它也是有些害怕的。这个它在那里睡觉。打扰你们了。哦，他在抗议吗？走着，我突然忘了我的单车就放在那边了。现在呢，我准备去取了我的单车啊，再闲逛一下，骑回家去啊。毕竟呢，我们对加拿大的历史文化不是特别的了解啊，但是呢，大概也知道这里呢以前有原住民，虽然这原住民呢现在已经是非常少了啊，但是保留下来的这些呢应该是他们的文化。你看这种柱子上面是不是有一种当地文化的影子？虽然这些刻的人物呢，应该都是一些后来的西方人进到这边嘛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很多地方，比方说 Stanley Park 都会看到有很多的图腾，就是当地人的自己的一些图腾啊。而当地人呢，这些类似印第安人吧，他们其实祖先应该是来自亚洲的。因为从他们脸上怎么看呢，都像是一个亚洲人啊。
下焰全挡了，你把下焰全挡了。刚刚说到啊，这些印第安人被这些白人们啊外来者占了土地，但那些白人们呢，在建设这片新的家园的同时呢，也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表示歉意或者感谢当地原住民的一些举措，比方说他们有他们的感恩节等等吧。一座非常漂亮的欧式的建筑啊，或者说呢，在我们中国的眼里，可能就是古色古香吧。只是呢，他们那种欧式的房子啊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这种形式还是沿用至今的。这边呢有个 info map， 就在这一块地方呢，集中了你看啊，Deer Lake 的一个公园，然后呢是它的市政厅，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法院，然后呢又会有一个博物馆，当然也有一些吃饭地方等，边上呢也会有一些以前留下来的老照片啊，就那些老房子当年的面貌。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呢，就是修旧如旧。好了，我觉得在这边也逛差不多了，今天骑了不少路啊，现在呢就找路回去吧。对面呢就是伯纳比的市政厅啊，但我觉得这些跟中国的市政府肯定是不太一样的，它到底有些什么功能呢，也搞得不清楚。但它呢就是一个服务机构啊，肯定没有中国那种市政府那么高大上啊，闲人免进。如果有体力呢，我觉得本南比尔是一个骑行者的天堂啊！真的，这里有很多的这些山丘，那些应该是原始的树木啊形成的林荫大道。
这已经到了 Canada Way 了。哦，这个对面就是一个 Burnaby Village Museum。好，今天呢走一条新路回去啊 ，Canada Way。这条天乐围啊，车太快了，坡也大啊，我就退一段。但是在前面那个公交车上面，竟然看到郭德纲和于谦的广告，什么金鼎房贷10月演出圆满成功，他们可能到这边来演出来了啊，哈哈，不错啊，给海外的华人带来一些欢乐。
刚刚在 Canada Way 上面一个很大的坡，我是推上来的，而且坡还没结束，我就转到这条 Stanley Street 上面骑行，看看能不能拐到我要回家的路。推了一阵车，把我累死了。这里太多坡了。好，又来到了这条 Buckingham， 上次来过才到啊。看人家在这边起新屋呢。看加拿大人怎么起屋的啊，也就是一块块搭上去的，好像都是印度人在里面建房子。
原来兜兜转转啊，出到大街上呢就是 Kingsway 了。这个伯纳比啊，很多山路太搞了，它这是转来转去啊，又没有用导航，所以经常会走错路啊。而且有很多山道呢，真的很难骑上去，因为太陡了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已经回到了家的附近了啊。这边过去呢，很近就可以回到我的住所了，还是很有意思啊。趁着天气好呢，就坐了汽车，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。也可能当地人呢早就麻木了啊，但是我们偶然来一下的人呢，到这边还是有很多新鲜的感觉，有很多感受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意义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那我们下一段再见，拜拜。